我娘当年受过的锥心之痛，我要你一分不少的还回来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这噬心蛊就当是我送娘娘的见面礼了。皇后娘娘一口一个苗疆野种，这高高在上的国母又算个什么东西？是阿洛，苗疆的圣女。我这次踏入京城，不为攀附权贵，只为杀人诛心。阿洛，我快不行了，这苗疆圣女的位子以后就是你的了。姥姥，您别瞎说，金蚕蛊还能给您续命。没用了，我的身子我清楚。你听着，我死之后，你必须下山去完成我的遗愿，去中原找你的生父。从小到大，只要一问起大娘的事，姥姥非打即骂。今天怎么突然松口了？这玉佩是你娘留下的，你给我记好了。你父亲姓萧，他的左肩上有一块七星痣。姓萧，他在哪儿？母亲、姥姥，你们看着吧。不管他姓萧的是什么人，哪怕踏遍千山万水，我也一定找到他。姐姐，中原长什么样啊？好玩吗？好玩。我这趟去可是去讨债的。哟，哪儿来的两个水灵灵的小娘们儿？把钱财留下，人给大爷带回寨子里当压寨夫人。想劫财还是劫色，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命。小娘们儿挺狂啊！兄弟们，上！你用了什么妖术？苗疆的迷心蛊味道怎么样？原来是你！有人花了大价钱要买苗疆圣女的命。有人买我的命？我才刚下山，连中原的地界都没踏入，怎么会有人知道我要来？到底是谁在找我？听说了吗？上面发了话，最近要是看到带着银铃的苗疆女子，立刻上报，赏银100两。可不是嘛，这苗疆圣女到底长什么样，这么值钱？两位大哥，跟着我们姐妹有何贵干啊？少废话，跟我们走一趟。说，谁派你来？是京城来的贵人，我们只知道他是替侯府办事的，具体哪个侯府真不知道。京城侯府，看来对方来头不小。既然敌暗我明，不能再这么大张大摆的赶路了。滚回去告诉你们主子，人没找到。从今天起，也别叫我姐姐。姐姐，我们为什么要换衣服啊？记住，我们现在是落难来投奔亲戚的普通大夫，我化名洛娘子。保护主子，快撤！血腥味，还掺杂着一股极其罕见的寒毒气息。他中了剧毒，毒气已经攻心，这双眼睛身陷绝境也不肯屈服。你中了寒冰散，不想死的话，别乱动。叫什么？路过的大夫，我叫什么不重要。靖安侯，找靖安侯，救我！靖安侯，去南疆打听苗疆圣女下落的，不就是京城的靖安侯府吗？他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被追杀？又和靖安侯有什么关系？洛姐姐，远处好像有火把往这边过来了，怕是那些追兵又折返回来了。收拾东西，我们走。就当是这个善缘吧。如果他真认识靖安侯，说不定以后还会有再见的日子。洛娘子，这中原的桂花糕闻着真香。哟，这是哪儿来的小娇娘？长得可真是水灵啊！这穷屁让的，不如跟哥哥府上吃香的喝大的。滚开！对付这种货色，随便下个洋蛊，让他们求生不能，求死不能。苗疆来的花儿，怎么能在中原的泥地里沾了灰？他知道我的底细，高挺的鼻梁和深邃的眼窝，这人是个苗疆混血。你是谁？在下赵烈，我看姑娘身手不凡，气度也不像普通人。你要去京城吧？正好我也要进京述职，这路上乱得很，不如我们结伴同行。进京述职是个武官，这种主动靠上来、底细不明的男人不能沾惹。多谢公子出手相助，但我自己能解决。我们不顺路，告辞。我的五感告诉我，那个叫赵烈的男人并没有离开，而是像头耐心的饿狼，不远不近的跟着。洛娘子，别这么冷淡嘛，吃点肉暖暖身子。说来也怪，这中原的达官会定就是破手。你猜怎么着？这京城的靖安侯府最近可不太平。听说那靖安侯府的老夫人最近发了疯似的在暗中找什么人，把底下的人折腾得够呛。这高门大院里的水啊，浑得很。现在连老夫人都在找人，
这静安侯府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你既是武官，消息倒是灵通。那我问你，静安侯的左肩上是否有痣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看来我离真相越来越近了。随便问问，赵大人，不该打听的别打听，小心惹祸上身。我阿洛终于踩在这片土地上。让开！静安侯府马车办事，前人必正。那女子的眉眼轮廓竟然和我有着3分相似，她身上有着和我极其相近的血脉气息，但眼神透着骄纵。瞧见没？那是静安侯府的千金大小姐，这排场啧。她是静安侯府的千金，那我是谁？我娘又是谁？走着瞧吧，静安侯府。洛姑娘啊，你初来乍到不懂规矩，我好心提醒你一句，你可当心点。这条街上上下下全都是静安侯府的产业。这京城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随便租个铺面都能踩进静安府的地盘里。新来的，懂规矩吧？静安侯府的租子1分也不能少。这是孝敬管家人的茶水钱，租子自然按时交上。姑娘看着倒是有些面熟呢。看来静安侯府里有人怕是知道我这张脸的来历。大夫救命！太医老爷们都说没救了，求你发发慈悲，死把他活把医吧！指甲发紫，唇边有黑血溢出，中了10分罕见阴损的枯木毒，把人抬进去。恩人呐，您简直是活神仙！恩人有所不知，我是静安侯府的家丁，最近我们侯府可是出了怪事，到处在找一个从苗疆来的女子。你们侯府找个苗疆女子做什么？好像是侯爷亲自下的死命令，府里的气氛现在紧张得很呢。侯爷亲自下的命令，静安侯，看来不用我主动去找你，你倒是先迫不及待的想要把我揪出来。既然如此，那这场游戏咱们就开始吧。听说了吗？太子殿下从南疆疯似的让人暗中找什么人，是个带着银铃的苗疆女子。太子，南疆带银铃的苗疆女子，难道那天在乱葬岗被追杀的男人是当朝太子？客官，您抓什么药？不抓药，我走错门了。主子，奴才找着了，城南那家新开的洛记药铺，那个女大夫跟您亲手画的画像上一模一样，腰上还带着银铃呢。确定是他？奴才拿项上人毛担保。主子，要不要奴才立刻带金吾卫把铺子围了，把人给您请回去？闭嘴！传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打草惊蛇，更不许去打扰他。没有可是。可是主子，1年了，我要亲自去见他。破庙里的落魄病秧子，摇身一变成了当朝太子。看来这京城的水，比我想象的还要深。小七，今天提早打烊。洛娘子这生意做的倒是随性，大白天的就要把财神爷往外推吗？是你，我找了你整整1年，那天你走的倒是干脆，连个真名都不肯留。我是个大夫，救死扶伤是本分，拿钱走人是规矩。公子何必这么执着？你这玉佩是从哪儿来的？公子随便过问别人的私人物件可是大忌。你既然对这玉佩感兴趣，那你倒是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：你和静安侯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知不知道静安侯的左肩上有没有一块七星痣？你到底是谁？一个带着静安侯当年定情信物的苗京城开药铺，你觉得我会信你只是个普通大夫？定情信物，姥姥留给我的玉佩竟是静安侯的定情信物，难怪姥姥临终前死活不肯说。我娘当年到底经历过什么？我是谁，与你何干？你若是来看病的，我洛娘子欢迎；若是来查户口的，顺天府在城东，好走不送。姑有的是办法查清楚，救命之恩，姑记下了，我们来日方长。去查，给姑查清楚洛基药铺那个女大夫的祖宗18代，重点查她和静安侯萧远山的关系，还有那块羊水玉佩，当年到底是给谁的？如果她真的是静安侯流落在外的女儿，那这京城的一池浑水可就有意思了。有意思，太子殿下，你会发现真正有意思的还在后头。院正大人，不能再让那个城南的妖女猖狂下去。是啊，润满京城的医术都去他那里看病，咱们太医院的脸面往哪儿搁？贵人们只知洛娘子，不知咱们太医了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一个不知死活的苗疆野丫头，也敢在京城抢太医院的饭碗，你们准备一下折子，这个苗疆女子留不得。
留不得我，就凭你们这群连枯木毒都解不了的酒囊饭财，想动我，大可以来试试。我苗疆圣女的骨还饿着肚子。你就是那个会使妖术的苗疆贱人，本小姐今天砸你的铺子是给你脸！你个不知廉耻的妖女，到底用了什么殿下的魂都给狗跑了？太子殿下，原来这疯女人是礼部侍郎的千金，暗恋太子的柳如烟。今天本小姐就划花你这张脸，看你还怎么勾引男人！找死！我的脸好痛啊！你这个妖女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化眼骨的滋味好受吗？柳小姐，回去告诉你爹，管好自家的疯狗。今天我只动你的脸，下次你再敢动我洛基药铺半步，下一烂的就不只是你的脸，而是你的五脏六腑了。滚！想踩着我阿洛里维，那就准备好付出血的代价。洛姐姐，那可是礼部侍郎家的千金大小姐啊，咱们把她整成那样，是不是闯大祸了？要不咱们连夜跑吧？好，我阿洛从10万大山里一步步走到这天子脚下，就没学过跑这个字。他敢仗势欺人，想毁我容，就得做好被反击的准备。官家大小姐又如何？在我的蛊虫面前，众生平等。太子殿下真是糊涂了，居然为了区区苗疆女子，在朝堂公然我礼部侍郎的面子，硬生把那个矬子给压了下去。萧逸他竟然暗中出手，强行把柳侍郎的弹劾按死了。这太子爷对我的执念比我想象的深。太医院几十个太医联名上诉，控诉那女大夫的蛊术是巫蛊邪术。洛姐姐，太医院这么一闹，咱们还有活路吗？太医院，一群连枯木毒都认不出的废物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我倒要看看他们能翻出什么浪花来。洛姑娘，您快跑吧！太医院这次是动了真格的，连皇后娘娘在背后推波助澜，您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来给我报信？老奴曾在南疆待过，受过苗人的恩惠。洛姑娘，当年也有个京才医院的苗疆女子进了京城，也是被太医们联名诬陷用蛊害人，最后落得个凄惨无比的下场啊！那个苗疆女子她后来到底怎么样了？你告诉我！死了，被诬陷下狱，受尽折磨，最后死得不明不白啊！死了。娘，他们那就是高高在上的权贵，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的肮脏，就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在了你一个弱女子的身上。洛子女，陛下口谕，召你即刻上殿面圣，不得有误。别怕，收好铺子。妖女惑众，罪不容诛。陛下，就是这个妖女。他所用分明是苗疆狠毒巫蛊邪术，实则用毒虫控制子民。恳请陛下立刻下旨，将此妖女凌迟处死，以绝后患。罗侍女，太医院联名控告你使用巫蛊邪术害人，你可知罪？民女不知，医术千百种，我苗疆古医传承100年，怎么到了太医院这帮废物嘴里成了害人邪术？大胆妖女，死到临头还敢狡辩！陛下，民女不需要用言语辩解，因为我可以用蛊。让这些满口胡言的诬陷者自己把真相吐出来。您敢信我一次吗？陛下不可！这女大夫想施展妖法，求陛下立刻下旨将她斩杀！闭嘴！朕还没死呢，轮得到你来替朕做主？洛侍女，朕就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若是证明不了清白，今日这金銮殿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谢陛下成全。牵丝骨入脑髓，控神魂。它缠住你心脉，你心里藏着什么肮脏的秘密，你的嘴就会吐出来。现在告诉陛下，为什么要诬陷我？因为你抢了我们的饭碗，你治好老夫人，连李员外和侍郎公子的病你也治好了。我们要定你的罪，把你打成妖女，你的医术变成了邪术。我们还收了柳侍郎3000两银票，要将你困在牢中，还有宫里的。好一个太医院，结党营私，诬陷良医！来人，把这群老狗扒了官府，打入死牢，严加审问。大周有你这等奇人是苍生之福。传旨，此洛记药铺御笔牌匾，封洛侍女为御用古医，赐御赐金牌，见此金牌如见朕。谢陛下。洛姐姐，御用古医啊，连皇上的铺子。财不外露，今天痛快了，但也等于把底牌暴露了。去，把大门关上一半，今天不接诊了。恭喜骆大夫，这御用古医的名头比姑还响。看病排队，道喜出门右转，不送。你在金殿上那般肆无忌惮，知不知道招惹了谁？招惹了谁？怎么，太子是来兴师问罪，还是假好心提醒？你太冲动了！你以为那金牌能保你一辈子？你用蛊手法，皇后看在眼里。不上我就是故意露这一手，我想看看那个高高在上的女人会不会夜夜做噩梦。你简直疯了！没有顾庇护，你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。哟，堂堂储君跑药铺耍威风，赵烈，你来做什么？洛基药铺不劳殿下费心，以后由我赵烈守着。就凭你，就凭我。公子惊不惊喜？我在兵部交了差，现在领巡防差事。听说你今天大出风头，真是不错。骆大夫，这是内务府千年血参，
不需要。洛娘子身子骨好着呢，殿下留着自己补吧。赵丽，需不需要姑把你调去北疆？臣在这儿巡防是保护治安，防止宵小之徒打扰洛大夫清修。药铺不是争风吃醋、比拼权势的菜市口。再敢打扰我看病，我立刻下牙骨，让他这辈子别想说话。洛姐姐，太子殿下和赵将军天天为你掐架，你到底喜欢哪一个啊？小七，我从苗疆杀到京城，不是来风花雪月，这京城埋着我娘的血海深仇，在查清真相，让他沉冤得郎之前，我没有心。他们对我来说都只是复仇路上的棋子，我谁都不喜欢。静安侯府，你们准备好了，我来了。这鬼天气，要不是贴了您的药膏，我这把老骨头怕是要交代在床上了。骆大夫，听说您是苗疆来的，这可是京城的大机会哦。什么机会？靖安侯萧远山10几年前从南疆带回一个长得绝色的苗疆女人，侯爷把她藏在别院金屋藏娇。没过多久，那女子就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侯爷找疯了也没找到，都传是郑氏王室暗下了毒手，带回的女子失踪了。玉佩、七星痣，那可能就是我娘。靖安侯萧远山就是害得我娘凄惨半生的男人。骆大夫，您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没什么，受了点风寒，多谢老太君。娘，您当年被当成玩物藏在别院，被郑氏逼迫，最后怀着身孕逃回10万大山。小七，去把门外一诊牌子挂出去，写为报皇恩连行一诊3日，专治达官贵人疑难杂症，分文不取，放长线才能钓大鱼。我要让靖安侯府的人8抬大轿，恭敬把我请进去。洛神医，闻名不如见面。今日老奴厚着脸皮上门，是想求您去靖安侯府为我家老夫人看看病。靖安侯府，老夫人的病太医院不是一直看着吗？太医院的安神汤不顶用，老奴诚心来请您救命。既然是急者，自然把不能见死拨。走吧。深宅大院弥漫着腐朽与算计，这就是我那素未谋面的父亲生活的地方，也是逼死我娘的毒妇称王称霸的地方。没人种地，外来大夫必须先搜身，交出利器和不干净的东西，特别是你这种苗疆来的，谁知道你带什么毒？这2位妈妈，这位可是皇上亲封又怎样？规矩是夫人定的。你做了什么？我有洁癖，最讨厌别人碰。这只是小教训，半个时辰后自然解。再有下次，烂的不只是手腕。洛神医息怒，快请进。神了！你就是治好我母亲的洛神医，果然年少有为。就是这个男人，给了我生命，却将我娘推入深渊的男人。侯爷过誉，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罢了。赏，重重有赏。侯爷，老夫人寒气未散，烦请侯爷去搅一把热毛巾敷在老夫人颈后。七星痣，姓萧，一切对上了。这玉佩，你到底是谁？这玉佩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唯一遗物。她临终前说，我那薄情寡义的生父是一个姓萧的中原人，他的左肩上有一块七星痣。你说什么？你母亲是阿依？别叫我娘的名字，你不配！10几年前你把她骗回京城，关在别院，你承诺护她周全，结果呢？结果她被郑氏凌辱，怀着九死一生的身份逃回大山，郁郁而终。你就是个懦夫，骗子！阿依她死了？不，当年是她留书说要回苗疆，我找了她3年，我不知道她怀孕了。娘连中原字都不认识，怎么留书信？你郑氏捏造的谎言，你信了10几年，你连查的勇气都没有。我没有，我从未想放弃她。我打仗回来，别院空了，王氏告诉我她走，线索都被抹冰了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孩子，你受苦了。别碰我，我是阿洛，苗疆圣女。当年竟敢偷梁换树，害死我的挚爱，我今天就要活劈了她。侯爷，这女子身份全是伪造，她就是江湖术士，想谋夺侯府家产。你还敢在此胡言乱语？当年若不是你暗中作梗，阿姨怎会怀着身孕流落在外？今日又说不出个所以然。我王家世代忠良，你为个来路不明的苗疆女子责罚结发妻子，我看你如何向皇上与朝野不交代？你以为我不敢？杀她太便宜了，我要钝刀子割肉，让她看着在乎的权势女儿在蛊毒下灰飞烟灭。王夫人，你说我是江湖骗子，你敢不敢摸着良心发誓，当年那个苗疆女子真不是被你逼走的吗？洛姑娘来了，快请入座。阿洛，昨晚是我对不住你，这顿饭算赔罪。侯爷言重，我只当是来看看京城豪门规矩。母亲好端端设什么家宴，还要我从赏菊会赶回？你是谁？哪里来的野丫头，也配坐我爹旁边？明珠不得无礼，她是你姐姐，叫人！我可是侯府唯一嫡出大小姐，哪里来什么姐姐？母亲，我爹疯了！明珠，
这位可是苗疆出来的神医，你父亲心善，看他可怜，留他在府。苗疆那个连开化都没开化的蛮荒之地，这种人身上指不定带什么脏病。来人，把这贱人乱棍打出去！给我住口！不是外人，他是我。你笑什么？疯女人，滚不滚？苗疆野种，既然你们一口一个苗疆野种，那你们解释解释，你们这威风凛凛的侯爷当年为何要死皮赖脸娶一个苗疆女人？我今天跟你没完！我的脸好痒好痛，有东西在咬我！明珠，妖女，你对我女儿做了什么？我跟你拼了！侯爷救命！妖女杀人了！够了，阿洛是我的亲生骨肉，是这侯府的大小姐。若再敢欺她，我明日就写休书把你休回王家。管家，传我命令，府里上下全叫到前院。竖起耳朵听清楚，从今天起，她是我晋安侯府嫡长女，谁敢不敬，家法伺候。阿洛，既然认祖归宗，便入族谱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改名叫洛昭，可好？像，你和你娘长得一模一样。既然老夫人说我和我娘像，可还记得我娘音容笑貌？今日大家都在，我想问一句，我娘当年到底是怎么死的？管家，大小姐有何吩咐？带我去我娘当年住过的地方。带他去，把钥匙给他。是。阿洛。大小姐，这里多年无人居住，实在脏乱，要不奴才先叫人来打扫？不用。这就是他当年住的地方。说。是，当年夫人便住在此处。金屋藏娇，分明是牢笼。若你早觉有意，绝不可能什么都不留下。暗格，血。若有人能看到这封信，请替我转交阿远。阿远，到了这种时候，你竟还想着他？王氏毒汉屡次下毒，我皆以蛊术化解。然今日宫中赴宴，我方知大祸临头。皇后嫉妒，我命不久矣。皇后，竟然是皇后！我原以为害我娘的只是王氏，只要扳倒王氏，只要让萧元山身败名裂，便能告为他在天之灵。可原来真正的刀竟从深宫里伸了出来。王氏、萧远山、侯府，皇后，你们一个都逃不掉。既然这血海深仇已经捅到了天上去，那我就把这片天捅个窟窿！大小姐，夫人说前些日子多有误会，是她糊涂了。夫人特意命奴婢熬了这碗百年野山参的补汤，给大小姐补补身子，算是赔罪。赔罪？王氏那种恨不得将我扒皮圈的毒妇，会给我熬参茶赔罪？这碗茶里加了发作沸快，连大夫都很难查出毒源的西域秘药。王氏这是想直接在侯府里毒死我。夫人真是有心了，
既然是夫人的一片心意，那我自然是要喝的。不过我这人有个规矩，喝药之前得先净手。好汤，差事办得不错，喝口水润润嗓子，回去复命吧。你怎么没事？夫人这话问的好生奇怪，我为什么会有事？被丫鬟替我先尝了一口参汤，一口下去就昏倒了。夫人，您熬的这参汤可是加了什么能让大活人一口昏死的好料啊？你这丧心病狂的毒妇！当年你逼走阿姨，如今还敢毒害我的女儿！来人，拿纸笔！我萧红山今日若不休了这心如蛇蝎的毒妇，我誓不为人！侯爷，妾身是冤枉的，一定是那个小贱人陷害我。从今日起，你不再是静安侯府夫人。休书，你要休了我！萧远山，你竟敢休我！拖出去！我是王家女，我是当朝国丈门生之女。从你对阿姨下手，从你对我女儿下毒的那一刻起，你就该想到今日。侯爷，侯爷，放开我！我是侯府夫人，我是侯府夫人。萧远山，你会后悔的，王家不会放过你。那不是静安侯夫人吗？听说她给侯府大小姐下毒，被当场抓住了。这下可真成京城笑话了。大小姐饶命，奴婢以前都是被王氏逼的，奴婢再也不敢了，求大小姐开恩。从前给王氏当狗的时候，不是很威风吗？奴婢知错，奴婢知错。记住，侯府的天已经变了。再让我知道谁敢背地里生事，下场不会比王氏好。是，奴婢不敢，再也不敢。现在知道求我了。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想要我救你，可以，但你给我记清楚。从今往后，在这静安侯府里，我才是说一不二的嫡长女。你那点不可一世的骄傲，最好彻底踩碎在脚底下。叫我姐姐，以后乖乖的。姐姐，真乖。不疼了，不疼了，我的脸好了。别高兴得太早，我在你体内留了一丝子骨。什么？它现在就盘踞在你的心脉附近，你若安分守己，它就是一条冬眠的虫子；可你若敢对我有半点背叛的心思，它就会瞬间苏醒，一口把你的心脏吃干净。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记住，你若背叛我，它会咬你。王氏倒了，萧明珠也废了，静安侯府的内宅算是干净。接下来，该轮到外面的人了。从今日起，你正式归入萧家族谱。她是我静安侯府正牌嫡长女。见过大小姐。一个名字写进族谱，便能让所有人的嘴脸都变了。中原的权力场果然比蛊毒更有趣。听说了吗？静安侯府把那位姑娘认回去了。现在可不能叫姑娘了，人家是静安侯府嫡长女，她还是皇上亲封的御用古医，手里还有免死金牌呢。之前那些话可别再提了，这哪里是造化，这是本事。一个苗疆来的女子竟有这样的造化！快些，绫罗图的百年老针一样都不能少，送去静安侯府。废话，现在不趴下，等人家记仇。大小姐，这些都是各府送来的贺礼呀，
还有几家国公府说改日要亲自登门拜访。昨日还叫我苗疆野种，今日就恨不得把家底都送来。这些人的脸变得倒快。大小姐，这些礼可要收下。收，既然他们愿意送，我为何不要？不过都记清楚，谁送了什么，一笔一笔记到账上。是。烈火烹油，鲜花着锦，越是繁华，越藏杀机。皇后娘娘有旨，特赐靖安侯府嫡长女贺礼一份。大小姐，这可是皇后娘娘亲自给您挑选的稀罕物，您还不赶紧打开看看，谢娘娘恩典。皇后娘娘有心了。用死骨做贺礼，皇后这是在告诉我，她能捏死这只虫，也能捏死我。大小姐，皇后娘娘说了，这京城风大，您这苗疆来的身子骨弱，可千万要小心将养着，别什么时候跟这虫子一样，给自己惹祸上身。你笑什么？公公说的极是，不过苗疆的虫子虽然死，毒性却烈得很，容易脏了皇后娘娘的手。替我谢过皇后娘娘，这份大礼我收下。你想做什么？不做什么，只是麻烦公公转告皇后娘娘，来而不往非礼矣。过几日我会亲自入宫，去向娘娘好好的谢恩。走。母亲，当年深宫之中，你受过的屈辱与绝望，我会一笔一笔替你讨回来。传皇后娘娘口旨，宣靖安侯嫡长女萧清渊即刻入宫觐见。皇后召你入宫，这道旨意我替你。不必，臣女领旨，谢恩。大小姐，娘娘还等着呢。我知道。听说你从小在苗疆长大，还学了一身不得了的医术。不过京城不比你们那穷山恶水，规矩多得很。你刚回来，可得多学学规矩，免得惹出什么祸端来。娘娘说的是，苗疆虽然穷山恶水，但人活得坦荡，不像京城，表面金玉其外，背地里藏着多少暗撒勾当，还有多少冤死的人命。放肆！臣女只是顺着娘娘的话说几句实话，娘娘何必动怒？看着你这张脸，本宫倒是想起了一位故人，你母亲阿依，当年她也曾进过这宫门，还曾在本宫面前请过安呢。只可惜啊，她是个福薄的，没那个命想着京城的荣华富贵。福薄，她害死我娘，如今还敢用这2个字轻飘飘接过？怎么？本宫说错了？你想做什么？皇后娘娘，您错了，我母亲不是福薄，她当年是被人活活害死的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，我还知道当年害她的人，如今就坐在凤座上。萧清渊，娘娘喊这么大声做什么？心虚了？放肆！萧清扬，你可知你在御前胡言乱语是杀头大罪？哦，被人害死的，本宫倒要听听，在这天子脚下是谁敢害死靖安侯的女人？有金属夫的声音，他袖中藏着利器，只要他敢动手，蛊虫会瞬间繁殖。娘娘以为当年那场大火，那碗汤能把罪证烧干净吗？您真以为我娘逃回苗疆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吗？
你到底知道些什么？今天的目的达到了，我要他活在随时会暴露的恐惧中。时候不早了，臣女不打扰娘娘休息。皇后娘娘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您欠下的血债，我定会一滴一滴讨回来。皇后掌控后宫10几年，前朝有庞大外戚势力撑腰，想扳倒这棵大树困难重重。太子殿下方着东宫大门不走，半夜翻窗，倒是有兴致。你今天去见皇后了，姑来给你指条明路。兴师问罪，你太心急，你今天刺激她，只会逼她铤而走险。皇后母家握着京郊大营3成兵权，凭几只蛊虫能撼动她？所以你需要姑，你帮我夺嫡扫清皇后党羽，姑动用东宫暗网帮你彻查当年真相。他夺嫡意味着卷入皇权争夺，但他手里的权力是我急需的利刃。好，成交。萧景渊，殿下请自重。既然是结盟，就公事公办，除了复仇夺嫡，你我再无其他。谁？我若不来，怎么看到太子半夜翻我心上人的窗户？大半夜跑来听横讲，窃窃私语什么？他为什么碰的手？这是我的私事，与你何干？与我何干？看你的眼神，恨不得生吞了你。他是个踩着尸骨上位的皇家人，你跟他搅和，不怕被啃得骨头渣不剩？我说了，我和太子只是合作，我需要他的权力查清真相，他需要我的蛊术铲除异己。仅仅只是合作。萧景渊，你看着我的眼睛说，你对他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？没有。既然没感觉，我现在明明白白告诉你，我赵烈心里装的就认定你了。别利用他，但别把我对你的心意当儿戏。萧姑娘，这是当年曾在凤仪宫端送饮食的粗使宫女，出宫后隐姓埋名，躲在乡下，殿下费了不少功夫挖出来。夫人饶命！老子是萧国道士的贱婢，什么都不知道。知不知道，不是你这张嘴说了算。10几年前，靖安侯藏在别院的苗疆女子是怎么死？一字不漏吐出来。是娘娘恨极了那个苗疆人，娘娘说绝不能留。怎么下的毒？谁下的手？是福安买通倒泔水的婆子，把药掺进安胎药里。福安说要看着那女人绝望。福安，难怪我娘逃回苗疆时身体亏空到了极点。若不是用本命金丹强压毒性，我根本没机会出生。皇后，福安，好狠的手段！资质比肩，却重如千钧。有血腥，出事！福安被灭口了，皇后派死士抢先杀人。这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福安替皇后敛财的明细，强买强卖贪墨，福安，你死得其所！皇后，我用这催命符将你们族后卫连根拔起。既然来了，何必藏在暗处，还不现身？想取我的命，凭你们也配！皇后的私军细舞，狗急跳墙了。萧景渊，你有没有受伤？太子殿下，皇后急了。他竟敢派死士暗杀你，这老毒妇在后宫只手遮天惯了，真以为没人治得了他？刺客已被反制，但这只是开始。福安一死，账本落到我们手里，皇后像被踩了尾巴的毒蛇，绝对会不择手段反扑。殿下，宫里出大事了！凤仪宫眼线传出密报，皇后刚才连夜求见皇上，在御书房哭诉。她又在唱什么戏？皇后向皇上哭诉，说萧大小姐不是御用蛊医，是个妖女，说您暗中给太子种下蛊病，妄图控制储君，日后把持朝政。放肆！这毒妇丧心病狂，竟敢用这种借口污蔑！恶毒的连环计，借皇权安危，皇帝绝对会痛下杀手，还要借刀杀人。殿下，皇上龙颜大怒，急召3位老太医候命，只怕一过子时，圣旨和禁军就会围了药铺。萧清渊，你立刻带着账本从密道离开京城回苗疆，这里的事姑来扛。好，他既然挖了坑，
明法院将计就计，再把他暗杀我贪墨军饷的铁证甩在龙殿上呢。这叫假死散，和中了蛊毒的症状一样，太医查不出破绽。只要他们认定你中蛊，到时候你我再联手反杀。好，姑今天把命交到你手里，陪你赌把大的。圣旨到，即刻捉拿萧氏女，太子殿下速速入宫问罪。萧氏女，你好大胆子！朕赐你免死金牌，你竟敢给太子中蛊控制储君，该当何罪？陛下明鉴，民女从未下过蛊毒，这是有人栽赃陷害，还敢狡辩！满京城谁不知道太子为了他连朝政都不顾？堂堂储君被蛊惑至此，此女居心叵测。太医，给太子把脉。启禀陛下，太子脉象紊乱亢奋，时而如奔马，时而如断线，这与古籍记载的中了蛊毒症状相似。好个萧氏女！来人，把这妖女拖下去，即刻处死！皇上英明，绝不能妖女脏了我大周龙脉。父皇，儿臣并未中蛊，脉象紊乱，全是服了萧大夫的药，故意做戏给形意叵测之人看的。做戏？是，这臣若不将计就计，怎能逼出想除大夫之人遗留的铁证？正是母后凤仪宫私居信物，母后见一计不成，便编造谎言借刀杀人。母后非要置萧清源于死地，是因为她查出靖安侯别院惨案，更因我们掌握了这本母后贪墨军饷结党营私的铁证。这账本，这不是真的，皇上这是陷害，臣妾冤枉啊！大理寺听他，把凤仪宫母家九族查个底朝天！这令牌早就不是遗失，是贼人偷去构陷，账本是伪造的。账本盖着凤仪宫私印，刺客用的是西域弯刀。一句遗失，贱人闭嘴！你疯了！皇上，定是他偷令牌和私印，事情败露想泼脏水，臣妾今日替皇上亲自蒙古一证清白。弃车保帅，杀心腹连眼睛都不眨，死无对证。单凭账册，如果皇后死有太监伪造，无法废掉根基深厚的皇后。好一个御下不言！传旨收回皇后金印，禁足凤仪宫，烂账交大理寺彻查。臣妾谢主隆恩。小贱种，咱们走着瞧，本宫绝不放过你。娘娘放心，这笔账我会一笔一笔讨回来。贪墨军饷不够定死罪，唯一突破口是当年太医。当年太医叫孙思远，13年前因恶疾除名，居家万里下蛊。恶疾是皇后要斩草除根，只要她还活着，我的蛊虫能把她挖出来。你们这是谁？孙太医别来无恙，这只眼睛是被皇后毒瞎的。贵人饶命！我弄瞎眼睛装死才逃过一劫。我不杀你，我是阿姨的女儿，我只要当年诊脉的脉案。老朽良心难安，偷偷拓印了一份，这上面记录夫人中的是西域奇毒，来源正是凤仪宫。铁证，能定死皇后的铁证。孙太医，你保住了。萧衍，送她去安全地方。皇后，你的死期到了。阿洛，你回来了。看看吧，这就是你当年发誓要用命去保护的女人的下场。花骨伞，凤仪宫，皇后，是我瞎了眼，我竟然信了他们的鬼话。哭够了吗？眼泪能杀人，皇后早死1000次。从今往后，这条命就是你的。这是当年依附皇后掩盖罪行的官员名单，12人。好，既然他们当年都踩过我娘的血，那现在我要他们一个一个把命还回来。赵大人，请用酒。周大人，你怎么了？别找我，阿姨，不是我要害你，是皇后指使的。是皇后给我5万两白银抹平了下毒的账目，我把赈灾军粮换成8枚糙米。皇后说苗疆死了，保我荣华富贵，别杀我！赵烈，你不是在京郊巡防营吗？怎么弄成这副样子？这是皇后母家暗中豢养的死尸。皇后狗急乱强，想潜入苗疆抓你族人要挟你。人呢？别怕，我收到风声，连夜带300兵马在南疆隘口设伏全解决了。这3个是领头的，你在京城只管放手做，谁也别想动苗疆一根草。苗刚永远是你的后。谢谢。
3日后子时，城外十里坡破庙。你若有胆，便一个人来；若是敢带一兵一卒，你那贴身丫头就会被碎尸万段。找死！我来了，人呢？你果然够胆色，只可惜是个没脑子的蠢货。妖女，杀我党也毁我姐姐清玉，今日这十里坡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小青，那个贱婢早扔乱葬岗了，下一次去地府报道的就是你，给我放箭，射死他！万古阵开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回去告诉皇后，这个局她输了。小七若死，我必将她全族血债血偿。这是皇后的真正杀招，她不仅在破庙设伏，更请顶尖高手半路截杀。赵烈为护我硬挡了这必死绝杀局。赵烈，阿洛，没事就好。老子说过，只要有我在，谁也不想动你。赵烈，你不许死！我不许你死！撑住，给我撑住！你这条命是我拿半条命换回来的，以后再敢这么不要命，我就直接种噬心蛊让你疼死。阿洛，别在京城待了，这里太脏太冷，跟我回苗疆，做我的妻子，我护你一辈子，谁敢碰你，我绝不放过他。如果跟他回苗疆，何尝不是解脱？可是我娘惨死，皇后那张怨毒的脸。赵烈，对不起，现在还不是谈这些的时候。皇后的账还没有算清，我娘的仇还没有报完，血债算清之前，我不会离开。好，老子等你，等多久都行。殿下，殿下，没时间怄气了，看看这个。3日后中秋夜宴，皇后已联合亲信魏忠及京郊大营3万兵马，发动兵变，逼皇上退位，废除太子。好一个逼宫退位！阿洛，这3天姑需要你的万古阵护住东宫和太和殿。既然他想玩命，姑就陪他玩到底。该收网了。好，我要用这场血战祭我娘在天之礼。皇后，中秋夜宴就是你的死期。查清楚了。今晚子时，魏忠会借换防名义，把3万叛军放入内城，潜藏在太和殿东宫周围。阿洛，今晚开始，东宫是你的主场。姑带亲卫从密茂出城，调集西山大营5万铁骑反包围，这中间有2个时辰时间差，全靠你了。放心，我的万古阵，苍鹰也休想飞进半步。我说废太子萧衍，请皇子娘娘有旨，太子萧衍被苗疆妖女蛊惑，意图谋反，攻破东宫，死活不露。就凭你们这些杂碎，也配踏进我的地盘？停住！给我冲！撑不了多久！西山大营救驾，叛贼受死！你这贱人，你和你那个下贱的娘一样是祸水！本宫当年就该亲手掐死你的金钟！我娘是死在你的手中，而今天轮到你了。皇后，你的死期到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来看本宫笑话吗？你怎么会有这个？这东西能送你登上后位，也能让你一夜坠入深渊，从此冷宫度日，日夜面对你造过的孽吧。
阿洛，你和你娘长得真像。当年靖安侯把你娘藏在别院，朕微服出巡时见到了她，是朕贪念惹怒了皇后，她为了阻止朕，朕当年若是护着她，对不起，朕对不起你娘。你说对不起，能换回我娘的命吗？太迟了。朕知道你恨朕，这块金牌你拿着，这当是朕最后的补偿。阿洛，朕答应过你的事，全都做到了。第一道圣旨，朕要封你为大周皇后。谢谢你为我报仇，但我不会当你的皇后。我生在苗疆，长在10万大山，这四四方方的紫禁城对我来就是个吃人的牢笼。我娘的悲剧，我绝不会重演。朕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不愿入后宫，那好，等朝局稳了，朕把皇位一扔，跟你去苗疆住，你做你的圣女，朕做你的皇夫。被他这番话惊呆了，我心底那道坚冰似乎裂开了一条细小的缝隙。阿洛，我赵烈是个粗人，不懂那些弯弯绕绕。你大仇已报，京城的事也了了，嫁给我吧，我愿意辞去将军爵位，跟你回苗疆。以后我给你牵马，给你捣药，只要你点头。赵烈，你让我想一想。想想？你想什么？赵烈，竟敢挖朕的墙角！皇上这话说的好笑，阿洛又没答应做你的皇后，男欢女爱，公平竞争，我怎么就不能求婚了？够了，你们都给我闭嘴！我娘大仇得报，但她的骨灰还未入土。身为女儿，我要扶灵回苗疆守孝3年。这3年里，我不会考虑任何儿女私情。好，3年，朕等你3年，哪怕是30年，你也休想逃出朕的手心。老子也等3年后，我亲自去苗疆接你。阿洛，京城的红梅开了，不如你好看。朕想你了。时间就像是最好的试金石，它抚平了我心中的戾气，也让我看清了2段截然不同的感情。娘，3年了，阿洛的心里已经有答案了。阿洛，你赵烈，在南疆是你替我挡道，在破庙是你庇护我，这3年也是你默默陪着我。你在我心里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家人，是我可以用命去保护的大哥，但是不是爱人，对不起。老子早就猜到了，你这丫头心比石头还硬。哈哈，家人就好，老子这辈子多了个这么厉害的妹妹，不亏。以后若是有人敢欺负你，就算他是皇帝，老子也提刀宰了他。他怕我选赵烈，更怕我谁都不选，再次逃回大山。阿洛，你还记得当年在破庙里你毒发时看我的眼神吗？像一头濒死的狼。从那开始我就记住了你。这3年在苗疆，我都在想，那个被我救回来的男人在京城做皇帝，有没有被老臣刁难？我选你，不是因为你是皇帝，而是因为你是萧衍。阿洛，朕等着这句话等了整整4年，从今往后皇权必落，你生生世都是朕的女人。阿洛，在京中万事当心，若是有人敢让你受委屈，只管传信于我，我便带南疆部众入京，替你出面讨个说法。赵大哥，刀剑无眼，瘴气重，这枚银铃可解百毒，保重。阿洛，这天下是朕的，但朕是你的。要我做皇后可以，但我有3个条件，你若答应我便接，不答应我立刻回苗疆。你说300个，朕也绝无2话。第一，我不入后宫，我不与人共侍一夫，若有妃嫔，我立杀之。第3，我是大周皇后，也是苗疆圣女，若有一天我要回苗疆，你不能拦我。好，朕答应你，朕保证以后大周江山朕替你守着，等哪天想回苗疆，朕就跟你一起回去。萧衍圣旨刚下，朝堂老顾彻底炸锅，扬言要撞死在盘龙柱上。既然他们觉得我是妖女，那我不拿出点妖女手段，岂不辜负？妖女，你竟敢擅闯朝堂！啊！好痒！救命啊！有虫子咬我！谁还有意见，尽管提出来。我阿洛别的没有，就是蛊虫多。谁要是觉得这大理石地砖不够硬，大可以试试撞死在上面。皇后的手段，诸位爱卿可还满意？若无异议，退朝。姐姐，老婆说过，情蛊一旦中和，同生共死。若他日后负你，他若负我，蛊虫噬心，必死无疑。我阿洛的男人
要么一生一世一双人，要么和我一起下地狱。阿洛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朕的命。萧炎，这是苗疆情蛊，种下便同生共死，心意相通。你若敢有二心，便万古撕心而死。你敢吗？有何不敢？皇上，火候又大了，这炉要废了。废了便废了，朕陪你更好的。只要皇后舒心，朕便命太医院备上所有珍品采供你许。朝臣总想送女儿入宫为妃，我便用些小手段，纷纷主动请辞归家。从此后宫清静，再无人来扰我们的日子。阿洛，你别动，太医说你要静养。我是蛊医，我身体我最清楚。你再一惊吓，我就下蛊。南疆送来千年灵芝和字条，恭喜，是赵烈送的。萧炎，你要当爹了。是。朕要当爹了，要把天下最好的一切给你们母子。娘娘难产了！保大，无论如何保住皇后。皇后若有闪失，朕要你们全部陪葬。都滚出去！娘娘，滚！我阿洛的命，阎王爷也收不走。为君者，当以民为本，不可贪权，不可纵欲。你自己练出来的？娘亲，我厉害吗？厉害，不愧是我的女儿。女儿跟你学蛊，儿子跟朕学治国，倒也公平。长宁将来是苗疆圣女，好。程宇将来接你的江山，也好。你倒是答应的快。你们散布妖后乱政的谣言，暗中勾结藩王，可治罪。陛下，臣冤枉！皇后以巫蛊之术蛊惑君王，臣等只是为了大周的江山社稷着想。趁皇帝不在京城，联络藩王，先废妖后，再逼宫。还冤吗？皇后饶命！杀！本宫说过。我别的没有，就是蛊虫多。谁想反，尽管是。臣等不敢。母后，儿臣要接管江山，让百姓吃饱穿暖。想当皇帝可以，这江山不是满族全域的，要对得起百姓和父皇。若是成昏君，母后第一个用蛊虫收拾你。对你娘好点儿，对天下百姓好点儿，否则你娘蛊虫不认你是不是皇帝。谨遵教诲，绝不敢忘。走吧，回我们的10万大山。阿洛，下辈子朕还要找到你，哪怕你仍身在10万大山，哪怕你性子依旧飒爽要强，朕也要踏遍千山万水寻到你，与你相守一生。好，我等你来找我。